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补米粽子。前几天在小红书看到有人说生酮粽子超级难吃，我想一定是方法用错了，因为我的这款生酮粽子跟我妈的招牌五花肉粽味道根本一模一样。如果五花肉再肥，再嫩一些就100分了。我在影片的最后也会做一下重点总结，所以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在做生酮粽子的前1个晚上，我们就要做一些准备。我会做5个生酮粽子，所以会用10片的干粽叶。粽叶和粽绳要先拿出来，隔夜泡水。做粽子一定要用干的香菇比较香。用清水洗一下放碗里，倒入没过香菇的水，就可以放冰箱浸泡隔夜。接着拿1块五花肉，这里有130克，倒入1茶匙五香粉、1汤匙酱油、1汤匙料酒，然后用手把调料均匀抹在肉上，然后放入冰箱腌制隔夜，睡前可以翻个面。隔天把肉放进锅里，剩下的调料倒进2大杯的水，我这里用太少了，所以中间添了几次水。开中大火煮1到2个小时，煮久一些肉更软更好吃。在煮肉的期间，我们准备其他材料。5个大粽子我用了500克的菜花，放进大盆子里，装入水后，加入1大汤匙苏打粉，大概搅动一下花菜，让苏打粉溶解，然后让菜花在苏打水里浸泡一下。这是生科的咸蛋黄，用玫瑰露酒喷几下去腥，放一旁，干了可以再喷几遍，我这次应该喷了5遍吧。把冰箱里泡好的香菇拿出来，一定要把水拧干，才可以更好的吸收调料哦。如果香菇比较大，其实用5颗就可以了，但我这次多泡了几颗。拧干了的香菇记得把梗切掉，我忘了切了，因为香菇有用水洗过，泡香菇的水是干净的，可以倒进煮肉的锅里，别浪费了。锅里倒油，放入香菇、1汤匙酱油、1茶匙白胡椒粉，煮干了可以加点水煮到软。你看我这时候才想起，才用剪刀把梗去掉。我们加香菇的调味会比较重，不吃太咸的小伙伴可以用1半的调料哦。这是泡了1个晚上的粽叶，把压着粽叶的食杵拿掉后，把水倒掉，接着再把粽叶和粽绳清洗一遍。清水都过一遍后，把粽叶放一旁晾凉。接着我们可以清洗菜花了，把水倒掉后用水过一次，怕不干净可以多洗几次。然后把洗好的菜花放进搅拌机，可以分几次，然后开始打。再把菜花碎放进大盆子里，这时候称10克的洋车前子，我觉得这个量刚好，不会太黏，又能把菜花都粘在一起。接着倒入菜花里，搅拌，放一旁。然后称20克的虾米，这里的虾米都是在户外晒干的，所以要用清水洗一下。然后一样的碗里称20克的蒜末，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炒了。这时候我的相机突然坏了，所以临时改用手机。刚刚炒香菇的锅不用洗，直接往里面加油，可以倒多一些。接着倒入虾米和蒜末，开始炒。
直到香气都逼出来后，我们加入混合好的菜花，建议你们用比较大的锅哦。倒进1茶匙胡椒粉，洋翠茄子加热后很明显变更稠了，加入2汤匙酱油，再搅拌。大帮手妈咪在旁边帮我倒入半茶匙的五香粉，再搅拌均匀。记得要看好你们的五花肉，我的肉焦了被我爸笑，超邪恶的。把煮好的五花肉切成5块，纵绳对半折，在对折处这样扭转，然后再打个结。这时候就让我妈咪来教你们怎么包粽子吧。哪里啊？这边有鼓的，这个是反面，然后这边是正面。OK， 正面放两边都一样，有一头一尾，一个头一个尾，就这样折起来。OK， 这边跟它弄一下。OK， 你先包一个看。这个已经是刚刚称好了的、出好了的分量。然后压紧。会好包吗？这个？可以了。因为它黏黏哦。就6枣。这样。不能满，还讲很小，会很小没？不会，蛮大的。这边呢，这边凹，这边凹，这边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这样折起来。等下我帮你看。然后后面这个嘞，这些不用管啦。绑结就可以了。要绑活结是不是？因为绑死结，等下它太松，然后就会掉出来了。活结就这样。哎呦，看不是很清楚。这样呢，活结哦。哦。就不要拉到完，再留一条出来，然后你可以弄紧一点，把它弄紧一点，紧。好像不出来蛮美的哦。可以啦。现在我来重新解释一下，粽叶有梗的那面朝外，2片上下叠起来，然后在一半下一点点的地方折起来。下面这个角很重要哦，不然容易露馅的。要这样折起来，大概整理一下，就可以把菜花放进来。这里是已经分好称好的，把一半放进来后，用勺子压实压紧，接着就可以放进其他的配料，五花肉、香菇、咸蛋黄，接着把剩下的菜花盖上去，铺满，压实，接着像这样一手把粽叶盖下来，一手的食指和拇指顶着粽子两侧，像这样折起来，长的粽叶像这样折下去，接着就可以绑粽子了。一手拿着粽子，一手拿着粽叶绕几圈。妈咪建议新手绑活结，因为有时拿捏不对，绑太松就不能重新调整了。接着像这样拉紧，水开放进5米粽子，盖起来中大火开始蒸。我蒸了35分钟，我们的生酮粽子就做好啦。吃不完放冰箱，隔天再蒸热一样很好吃哦。蒸了35分钟，粽叶的香气已渗透进5米粽里，每一口软糯的菜花里会吃到虾米的口感，加上咸香的沙沙咸蛋黄、香菇的鲜味和腌制隔夜完全入味的五花肉，
这个粽子比很多外面卖的人间粽子还要好吃。生酮粽子要做的好吃有2个关键，一是口感，2是味道。无米粽最好是用花菜，而不是魔芋米。魔芋米的口感比较 Q 弹，不太适合。花菜也要煮到完全软烂，再配上洋车前子，就能做出像糯米一样软糯的口感。再来就是味道，一直有收到小伙伴说不喜欢洋车前子的味道，所以做生酮粽子调味一定要足。而且粽子的风味很大部分来自于粽叶，所以这次凯把包好的生酮粽子蒸了足足35分钟，让香气渗透进粽子里。好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今天的问题是，你们做失败最多次的生酮料理是什么呢？一起来聊聊彼此的辛酸经历吧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太难了，救我啊，妈咪！你排白嘅？哇，今年做乜好食啊？哎呀，咁你拎包包幾邊？我唔知。